晶片可能3年一个世代，6年又在下一个世代的时候，前面 Hopper 可能什么都淘汰掉了。对，它真的那么的重要吗？不知道。但如果今天你掐着敌人的脖子，中国的研发能力，我不敢说他们特别厉害，但他们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资源，我就跟你硬刚。那在这个程度下，如果川普没有阶段性的去开放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去全力扶植华为来说，无疑是什么？无疑是在养虎为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川普也证实啊，因为他被媒体问到，他说是我有跟习近平主席呢谈到了晶片议题，但是并没有涉及最高阶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中方呢先前我们也知道他是直接拒绝了美国的 H20 啊 H20，那后来连 B30A 啊都进不了大陆，无非是在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大陆呢不再屈就美国说要卖出来的这些低阶产品啊，这些低阶货。所以有白宫 AI 沙皇之称的萨克斯呢，就直接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要全力扶植华为。但是这2天也听到了，黄仁勋就是辉达的执行长，他特别提到说，他也当然很希望辉达的芯片，比如说像是 Blackwell，能不能够进到中国大陆去贩售？但这一切都是川普决定，川普说了算。所以现在决定权在川普手上。我要问的是，黄老师，你觉得川普会允许 Blackwell 迈进中国大陆吗？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那就如左老师所说，这个其实今天在这个谈判上，到底谁真的赢，谁真的输，更大的是在面子理智上。面子上，习近平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面。那今天如果川普允许了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其实它最大的程度上分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输了面子？然后呢，如果今天川普他允许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说，晶片可能3年一个世代，6年又在下一个世代的时候，前面 Hopper 可能什么都淘汰掉了。对，它真的那么的重要吗？不知道。但如果今天你掐着敌人的脖子，中国的研发能力，我不敢说他们特别厉害，但他们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资源，我就跟你硬刚。那在这个程度下，如果川普没有阶段性的去开放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去全力扶植华为来说，无疑是什么？无疑是在养虎为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至于说未来美方如果要出口，就是说，害怕他们买来拆解这个问题，这个涉及到整个晶片，其实它整个从它的上下游产业链到水平产业链来说，中国目前有没有办法去囊括这些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如果它没有办法囊括先进制程的部分的话，那即便它拆解它 IC design， 它还是没有办法在 NVIDIA 的这些技术上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妥协。所以反用美国技术来反制美国这件事情，会是Trump 在下一步上我要去思考，我要不要阶段性的去让他们放松警惕。那这样也换取时间，他们可以在稀土上面进行一些元素战略的一些策略指导。这样才有可能去执行所谓曼哈顿级的计划，这个可能是2个是要交互去参考的一个部分。因为从黄仁勋的说法哈，就是他不断对外的谈话跟态度表达的出来，是他很希望能够把辉达的产品就继续卖到中国大陆去啊。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因为在先前已经被围堵、被封锁、被卡脖子哈，所以呢不得不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相关的晶片的研发跟突破跟制造，那也由华为带头，好，他们在技术上不断去突破，所以呢，就算有这个辉达的产品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其实是不是量也不需要太多？因为呢，它其实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自己，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大陆自主生产制造晶片未来的发展。对这个，但这个地方其实比较危险，说少量的卖过去，他们说这个国安科技的问题并不在演算本身。对，那我们这 AI server 它分2个层次嘛，一个是说它的推理以及它的训练。那在推理的部分，我们知道明年2026年，其实辉达为了增加它的 market cap， 它不断的在推 edge computing 的晶片。那在这个程度之下，如果有很好的 pre-train 的这些晶片，就是这些所谓的高阶晶片，那中国在无人机发展的很好的情况下，那他们如果这样更快，其实会影响到国防军事上的一些差异，包含在未来军武的一些开发上面。对，所以如果顺着这个逻辑的话，您觉得那接下来如果是川普的话，他会听得进去黄仁勋的建议吗？
这得看他能够，我觉得现在其实这是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对，那包含说这样子下来的话，川普有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他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廖老师觉得川普会听得进去吗？其实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会去考量的，倒不完全会是说听得进去或什么这个什么回到美国啦怎样，最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度。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认为，现在对川普来讲，他自己最 care 的，其实倒不是什么美国之争啊、关税、美中之争啊，还是什么，是现在国内的失业率问题，还有他的一个党团。这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共和党又有人跑票啦。所以其实国内的一些因素，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把他的一个经济或者是民望拉起来的话，之后的期中选举可能就要来了。那这些对他来说，的确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去会对他会去思考的方向。对，眼下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支持度。虽然说川习会落幕了，但是中美两强背后的角力才正要开始啊！现在斗而不破的1年当中，中美双方会如何各自的出招呢？纽约时报就直接说他们观察到的，他说这不是和平，而是被迫休战。而 CNN 更是直接报道，因为 CNN 是比较偏民主党的了，他们是直接说中国赢了。好，另外呢，美国暂缓黑名单扩大1年的出口管制，那中国呢，则是暂停了稀土出口管制1年。双方在表面上都是交换善意，但是实际上呢，却是美国被迫让出科技管控的底线，中国则是以静制动，出刀不见血的夺下了战略的优势。所以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帮大家整理美国前官员呢，有一位前官员就说呢，这个川普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美国的国安底牌。美国这次可以看到是首次把国安科技纳入了谈判的交换筹码。还有呢，这是昨天特别跟大家来看到的，在川习会之后根据大陆商务部公布的这个结果，特别在卡脖子就是我们接下来谈的管制的部分，美国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而中方则是呢把稀土的管制也是延长为1年暂停1年。特别刚刚讲说穿透式。这个美国出口管制是美国先发动50%的穿透式规则。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在9月29号所发动的。然后呢，这个主要内容是凡是列为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这些相关制裁清单的实体，或直接与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的子公司，都被列入是出口限制的名单。这个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但这次呢，就强调说。谈得还不错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管制措施先暂停1年。好，那画面上我们也提到给大家看，中方跟美方现在在稀土上面管制上面这个管制内容呢，中方措施是暂停稀土管制1年，然后呢，美方是暂停在这个实施制裁黑名单，刚刚特别提到50%穿透式规则的这个名单上面是1年。好，那涉及的企业呢，包括了稀土冶炼中方这边稀土的部分呢，像是冶炼分离出口企业，美方晶片科技方面呢，则是暂停实施黑名单这个1年的时间。好，那相关的全球市场影响呢，包括现在看到中方还是掌握全球非常强90%的稀土加工能力。那现在就是美方不断在追赶。好，这次的川习会现在双方看到最后的结论都是呢，暂停对于对方的一个管制包括稀土、包括科技晶片相关的都是1年。那很多现在分析的看法都认为，总体来看，其实中方这次在谈判上是略胜一筹，因为既延长时间，又拿下了接下来谈判的主导权。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想认为中国大陆赢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习近平的胜利。为什么？因为这会让他在国内看起来很强势，这会让他在国际上呢得到很高的名声。因为这么多国家跟美国谈判，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满足美国的需要。没错。那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对美国呢叫板，而且呢打得平手。就算你不认为他赢了，他最起码是平手。态势就是平起平坐，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对内对外，习近平都可以宣称他是胜利的，这一点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第二个，我认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经济上来说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个所谓解除对于这个他的一些企业的
制裁啊，因为他讲的这个企业是过去已经被制裁的企业，他们的子公司、孙公司只要持有50%以上，那么就列入黑名单。现在说把这个推迟1年，可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关于芬太尼的这个关税调降了10%。对，而且呢，在这个会后，美国还宣布了，如果芬太尼的这个管制有成效，还会再把剩下的10%都移除。这20%对中国大陆来讲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20%或者10%是涵盖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出口。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青年的失业问题。那这些失业的问题，它其实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些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它更同样重要的，或者说对于青年就业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过去的这些劳力密集产业，这些其实给养了更大量的这些就业人口。对，那这些其实中国大陆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全世界的市场来说，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来自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出口。但是在美国，它尤其在圣诞节前。它如果这个关税继续，它就会丢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市场。那现在在圣诞节前、感恩节前，它就恢复了。这个对于它来讲是及时雨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最重要的。就几乎面子里子几乎在这一次，当然有人说谁赢了面子，谁赢了椅子。可是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总体分析来看的话，中国不但是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哈。那接下来当然美国一定不服气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川普回到国内，在这个飞机上面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凭自己的分数哈是打了12分，满分10分呢，这个不会让人意外，因为他向来就是会给自己打很高的分数。但在美中两强，就是老大已经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又听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又放话表示啊，他说北京犯下真正的错误，因为美国2年内就能够摆脱稀土的依赖，真的吗？啊，根据专家的分析啊，说美国即使启动像是曼哈顿计划级别的资源开发，至少也得5到7年才能够真正完全替代中国大陆的稀土供应。另外呢，中国大陆这边有4400万吨的稀土储藏量，占全球35%到50%，而中方呢控制全球稀土的加工冶炼分离的能力的比重呢，将近90%左右。某些重稀土分离环节，中方更是达到了99%的控制。所以以此来看，美方估计2年就能够完全替代啊，会不会太乐观了点？林老师。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先回归到刚刚讲的一个川习，这是一个见面。我个人会认为是双方各有所需，那双方都达成自己要的一个目标。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其实刚刚左老师提到的这个芬太尼的10%，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同样的，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也证明了中国在他的领导之下是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那对于川普来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当然不是他讲的这个120分，这一个他好像这自吹自擂这样。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些东西带回去他国内。因为我们看他这次其实除了是去见习近平之外，他在日本跟韩国拿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利多的一些消息，不管是这个日本的加大投资啦，或者是我们说韩国什么核潜舰要在美国制造啦，其实他这些东西都是他能够去带回到他国内对他的一个支持度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个大头2个这个元首对话各有所需。那但是在底下的这一边，一定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分析，会认为是说，川普你可能有一点这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这个国安底牌啦，就是说他有点上权入国类似的一个味道啦。可是这边他立刻就用的是什么？同样上谈判桌的贝森特。我个人会认为现在第一个是贝森特来讲，后面可能 Rubio 又要准备出来讲了，就是老大讲的是没问题，我们都很好，他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底下的这一些官员，就是他们要上场的时候，那这一边贝森特他直接就讲说了，可能2年就可以去摆脱这一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稀土的依赖。但是说实在，2年能不能达到这个东西，不是取决于的东西，倒不是时间，而是你要花多少成本。说实在，今天的一个稀土，你世界上含量还是什么，各地都有。重点不是含量，是提炼的技术。因为提炼的有时候它会有一个高污染，或者是提炼的成本这个问题。所以，与其我美国要自己去提炼，
不如跟中国买，相对来说这一边我可以降下很多的一些成本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去启动的话，要么可能是在越南或其他国家跟这些国家买，或是我美国要自己做。那美国你愿意去付出这一个成本在稀土上面吗？固然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有国防的需求、晶片的需求等等的，让他必须要去做。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宣布1年制裁，这1年365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老实说，没有人知道。会不会今天的稀土又是另外一个只是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贝森特他今天讲这个话是讲给自己国内来听的，因为其实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他现在在这个外面感觉上这一次东亚行好像外交大胜利，可是接下来他要去面对的是他国内更多的问题。是这国内问题，我们可能等一下还会再讨论。没错，就是在这个关税，这个参议院否决了他一些议案，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川普才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由贝森的放话，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讲说在谈判上面的稍微一点弱势拉回来一点点哈，这帮这个老板稍微加回来一点分数哈。所以刚刚林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中美现在比的就是呢，接下来在休兵也好、暂停也好，这1年当中哈，谁能够更快的摆脱对于对方的依赖，谁能够更加的掌握包括科技，还有包括矿产的，就是稀土的命脉哈，就会是接下来中美2强对决的胜负关键。在中国大陆最近有一场展会备受关注啊，就是10月15号到17号，那第2届的湾区半导体业生态博览会，简称湾星展，在深圳福田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来参加的有蛮多的国际企业啊，包括像是我们所熟知的艾斯摩尔，还有泛凌半导体、住友化学、日立等等哈。那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新秀新凯来也有参展，而他们旗下的万里眼技术有限公司呢，也在这次的展会当中出现。网络有资料显示啊，新凯来呢，他们是出自于华为2012年实验室啊，是由深重投啊。这个深重投是简称啊，其实它的全称是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全资控股的，它是一家100%国有企业。那么新凯来官网的介绍呢，它的全名是深圳市新凯来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半导体装备跟零部件、电子制造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服务。不过这个更专业，这个进一步要请江老师带我们来看啊，因为现在。最近提到了半导体，尤其说这未来会是大陆之光的，就包括像北在上海这边有宇升亮，然后呢南有新凯来，不过新凯来的宇升亮也是新凯来的子公司嘛，来。是先这样说哈，为什么今天会跑出这间公司来的话，主要还是受到美中贸易战。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先进制程，就是3点，就是我要新材料，我的制程微缩。然后再就是我的先进封装，目前看起来制程微缩的 EUV， 那美国应该还是目前是不可能卖给中国的。那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新凯来就是想要去突破这个制程微缩的部分。那同时呢，除了制程微缩外呢，我比较快，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能的话呢，我只能走先进封装，走封装嘛，哈。新凯来的设备你去看，它其实就是遍布于这几个刚刚提到的3大领域里面去走。它其实你发觉它的产品代号蛮好玩的，就是所有的群山啊，什么赤霞山、武夷山、峨眉山、三清山、普陀山哈，就是有山啊，有佛菩萨什么东西，就世界大战的感觉。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是在过去来说，我一直不断的去关心新凯来它到底去推出了什么专利，那其实还蛮有趣的，它也是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经过10月15号的这个展一展的时候，发觉很好玩的事情，新凯来概念股啊，竟然跌了10%。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有去看展，他发觉说都是模型。那我觉得第一个，因为他今天是受中国的重点业务也扶植，所以他必须得在很短的期限内拿出一个成绩。那我一直常说，其实，在半导体，它在开发设备，它有一个周期。以某一家公司为例的话，就是我要先3年的 demo， 然后再到他们的那个测试的一个 committee 里面，之后再到3年，3年完之后再试量产，再3年。其实整个设备的研发期程要10年。以台湾来说的话，那新凯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为其实中国从古往以来，他们包含很传统的工具机，他们其实都是习惯用逆向的方式。
那也许我在短时间的突破没有问题，可是我真的要完成整个子系列的世代的话，我还是需要给他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所以张老师您怎么看？因为这次展会，新凯莱特别有号称说要端出31款新发布，而且要实施量产的。他说未来要实施量产的半导体相关设备那覆盖晶片制造5大核心技术。因为其实刚刚也跟主持人报告，就是其实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所以有请人家来看一下说，因为我有去看实际的展嘛，然后后来发觉都是模型，其实大家我觉得投资者一看也是模型，我觉得所以导致说它的整个概念股整个崩盘崩10%，15号到现在。好，不过现在看到说新凯莱它的这个股权架构，我们来看因为它是100%的国有企业，然后呢，它号称是拥有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现在已经有100亿订单了所以说650亿的这个估值因为它是外界给它估的这个价值大概有650亿哦。那大陆国产设备国产率就是国产化的这个比率呢，希望从现有的5%要提升到60%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陆的晶片自主化，也就是呢，大陆因为现在被美国封得死死的当然也许有漏洞，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知道他必须要走出自己一条路。所以聂老师怎么看到大陆自制晶片的国产化的这个比例不断的提高？其实就是在提高自己的自足率嘛那在没有办法进口被美方这样子围堵之下，这个也是必然的现象但怎么样看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新凯莱的技术水准因为刚刚姜老师也特别提到说，这次展会当中大家看到是模型，可是也许是他先给大家看模型，但是他私底下，因为他也怕美国人在看，不是吗？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模型不过我想请教主持人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问大陆要自主化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觉得呢？当然，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们有非常多的大动作。我先讲有钱人使鬼推磨。请问一下，新凯莱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在2012年，当时是哪一家公司里面的实验室？华为。对。他出来之后呢，好，2年后中国做了什么大动作？大扎大基金一起计划1387亿，为了什么？就是要大肆扶持半导体晶片。那你刚刚讲深重投，全资控股。我跟你讲，他们是大量在做。当然，你也知道，当川普在打论1.0版，在打这个中国晶片的时候，因为他当时的版本就是抓着你的 China Creation 2025， 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文本。你要知道，这前一年就是2014年，非常多的大师在2013年他们到德国汉诺伊参加了汉诺伊的自动化会议，回来以后直接跟德国签了中德工业4.0，是这个是他们开始要起飞科技的那个起点。那这个前还有历史，就我那时候也在另外一台有台里面讲，在10点在创富新闻每次在讲什么，讲华为、中兴一直被美国挡，为什么呢？奥巴马已经受不了这2家这么厉害的公司一直要吃他们的路由器当做网路，这2家公司他们号称不管华为是不是号称民营，但里面的实验室当中国就要扎钱，所以就把它抽出来，在2012年都在那时候拉出来以后就重资投入。我先跟你讲中国在丢的时候，因为美国就要质押它，所以在2018年质押之后，2019年。他丢第2期的大基金一期化，去查就知道2000多亿。现在因为这一次打越烈，才2023、2024打了3000多亿。中国有没有在进步？其实经济可以打，它的规划5年规划可以。科技太难了，就像刚刚讲的说，你制程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有钱人使鬼推你看这次接的那么大订单，中芯国际从2001年是台湾人嘛，张汝京股票被卖了以后，带了他德州仪器的一些教会朋友去成立了一个公司跟上海实业，现在25年了。他有没有成就？也有啊！你看那个 Pro 这个 Pro 60，以前那个不是美国商务部长去的时候，华为秀他一个手机，说你也做到7奈米啊，他们也在做，但是他们的技术或良率什么都还是有一点需要考验。我是觉得新凯莱，你看这次接到他们的100亿大订单，长江储存、中芯国际，我跟你讲，他们也有算是有个 ecosystem， 也就是他们的产业供应链，其实也已经俨然形成了。是。我跟你讲，我是这样想，可能我比较过于乐观，不管模不模型我是觉得这种现象很可怕，也就是他们在，我讲这个清楚嘛？中国是什么？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个社会主义的什么市场经济？是。那这个当然西方会调侃，这个根本不叫市场经济，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国家集权，国家砸钱就砸钱，国家控股就控股，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没有错，它的很多最高端，像先进制程，刚讲这个制程萎缩这些地方，的确被控制得很惨。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要突破，的确也很难，但他们在突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定的进程。比如
H100你给我，你不要，你设计了一个算力降到28%的给了我。对，那时候我们还是想要，结果你来以后发现我们也有了，对不对？我们全部把你退回去。你问那个寒武纪这些东西，他们也都是差不多就把你退回去。现在你辉达啊，只要经过美国认可可以过来，他们几乎也不要了。所以其实技术上面不断的在追求突破哈。那这个技术部分呢，请教姜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科技媒体啊叫做 WCC F 然后 Tech。他们报道说，台积电在台湾本地将会展开1.4奈米生产线的初步建设，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呢并不打算使用艾斯摩尔最新的这个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光刻机，而且呢，在未来研发 A14的时候呢，必须会采用试错法来改进他们的制程啊。那这个部分怎么看？说实在的，我今天如果去投资一个这么贵的设备做出来的东西，结果是什么？太贵了。光刻机真的很贵。那做出来的 wafer 也很贵。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去看台积电，它的技术来说，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去，比如说什么7奈米可以做到7N，5奈米做5N，他们其实透过他们的自己的制程改良，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好的效果。那其实1.4奈米我们叫做14A 啦，那也许14A 往下走，才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么先进的光刻机。那说实在的，那目前来说，我如果能用技术去克服的事情，我觉得依公司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以技术克服为主了。那如果台湾做得到，中国大陆不是也做得到吗？因为主要的话就是还是回到一个点，就是我制程微缩的机器被美国卡脖子嘛。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中美的科技竞争的时候，都是请国家直理，尤其是中国大陆。刚刚聂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国家作为背景，现在美国也看到了，所以川普说，那我美国现在也要来投资我的这些大型的企业哈。纽约时报还有路透啊，我们综合他们的报道说，贝森特就是财长呢，在这个 CNBC 投资美国论坛上面，他就宣布呢，川普政府要透过增加关键企业的持股，来收紧对战略产业的控制。那现在呢，夯不啷当总共有7家左右的这个大企业啊 ，Russ 怎么看哈？怎么样能够保证啊？因为你今天入股，你的持股比例如果不足以能够去成为这个去 handle 或是决策这家公司未来走向的话，那这持股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太早，真的目前太早，因为美国过去虽然其实很多人认为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其实美国有了，尤其是曾经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不管是40年左右，那个时候雷根总统也是投资Chrysler 汽车公司了。那2008年，美国政府也有直接来投资一些金融机关，对不对？所以不是过去美国没有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做都是在 crisis 的时候。那这次虽然有贸易战，但是不是像那几次一个 crisis， 美国就开始投资。还是川普觉得现在已经到了 crisis 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讲了，对不对？Everything is okay， 所以他不会说现在是 crisis， 只要他在执政就不是一个 crisis。那你觉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问题来了，因为川普政府只会执政4年，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上下3年多。那到时候如果这些公司，不管是 MP Materials 和 Intel 等等，如果要增资的话，说他们向他们的股民、投资人说我们要增资了，那如果美国政府也持股的话，那美国政府会拿钱来增资嘛？这是很大的问号。但是目前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是。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就是你说未来遇到刚刚你讲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好3年以后、4年以后 ，Intel 突然说因为市场情况等等的因素，我们要增资了。那美国持股那么多，那美国政府会立刻拿钱来增资吗？对，真的不知道。辉达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最近他出现在美国城堡证券参与2025年全球市场未来展望人工智慧与下一个成长前沿的这场盛会进行做对谈。那么他特别谈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呢，他就语出惊人说他说美国出口管制让辉达100%退出了中国。那曾经在辉达这边呢，是在中国大陆有市占95%的业务恐怕未来都要归零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原先95%，现在一夕之间有可能会归零，怎么办呢？那因为针对美国对中的 AI 政策呢，黄仁勋就因此呼吁说要退后一步，回归第一原理。并且也指出了 AI 竞赛的关键是赢得开发者。
而中国大陆呢，拥有全球大约50%的 AI 研究人员，还有包括顶尖大学、浓厚创新的氛围啊。这个7月份呢，黄仁勋在北京也曾经告诉过媒体记者，他说技术领先需要庞大的市场。他还特别讲了一句话，针对华为的，他说任何低估华为和中国制造能力的人都非常天真。所以黄仁勋是不是意有所指？美中之间其实应该走的是竞合，而不是竞争，是这样子吗 ？Russ 怎么看？黄仁勋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楚，他一直说，美国不要管那么多了，不要限制那么多了。他说至少中国会 catch up。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非常熟悉科技业，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个能力，就是追上只是迟早的事情。世界跟钱的问题，但是或许不管他们投资多少钱，有多少人力，那或许会未来几十年还是会慢一步，不管是美国或台湾。但是迟早都会 catch up。那黄仁勋也是很积极，就讲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真的认为这些管制是没有意义，而且他也很坦白说，他觉得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 customers 客户不是军方，所以人家说，你的镜片是中方会拿来用在军事设备、武器等等，那他一直否认，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不管美国或批评着媒体、学者说什么国会议员等等，他还是会继续保持这个立场，说，我的 customers 我都是私人企业，不是政府，不是军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黄仁勋啊，认为说他其实是蛮适合当外交官的哈，但是他现在面对是2个非常强的，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他夹在2个人之间，你觉得他那个角色要怎么拿捏？Be everybody's friend， 对不对？很明显 ，Be everybody's friend。他的 approach， 他的 style 就是还是跟大家都保持朋友。所以今年我已经忘了他有几次去白宫跟川普见面，而且有公布什么美国大型投资案，NVIDIA 都有加入一些 data center 等等啊。那另外，川普去中东的时候，去沙特阿拉伯，黄仁勋也有参加。对。最近，川普总统的9月份去英国的时候，黄仁勋一样有参加了，也宣布在英国打投资案子，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啊，他跟川普总统的这个 cooperation 这个配合度是非常到目前为止非常顺畅了，而且很明显，川普希望他，这个很重要。如果川普觉得我跟这个人合不来，那川普总统就不会那么多次邀请他来白宫，但是很明显，川普认为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们也不排除，也许 APEC 他有可能会跟着川普一起去。如果有的话，不会意外啊。好，因为我们讲到的黄仁勋，其实大家就会想到他先前的那个被他被他取代了，就是马斯克哈。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黄仁勋似乎有刻意保持跟川普之间的距离，你觉得为什么？我不会做这个类比了，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Musk 觉得我要虽然我是X 平台，我是 Tesla、SpaceX 董事长，但是我那个时候为了帮忙我的好朋友川普，那我就愿意几乎是 full time 全职来加入这个 DOGE 这个 Doge， 对不对？所以从1月底到5月初。他几乎都是 full time 全职，都是在白宫做这个政府的改革。那黄仁勋从来没有这样做，对不对？黄仁勋我们都知道，他忙着飞来飞去中国，飞来台湾，参加论坛，接受媒体访问。另外还要去新公司啊，跟川普去中东、英国等等。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从来没有 full time 跟川普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个类比是我不认同了。OK， 其实每个人的考量是不同的哈，因为这个。当然，黄仁勋跟马斯克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对黄仁勋来说，要追求企业获利，追求增加营收是他的主要目标。辉达在中国大陆的营收虽然说已经连续3年下滑了，但是到2024年年底大家算了一下中国与香港合并的收入仍然达到了171亿美元，年增66%，占全球营收的13.1%。蛮多的哦。好，今年7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辉达曾经申请 H20晶片出口的许可，
但是几经波折呢，中方最后是决定不买，后来还衍生出说要不要再卖一个 B30A， 当然也被卡关了啊。那中方的技术团队靠着庞大的工程师啊，正在协助中国大陆的企业，像是适配通义啊、DeepSeek 这些国产模型，要追赶辉达晶片的效能，而且要挖掘现有硬体潜力的性能。另外讲到这边，特别刚刚老师也讲到人才，聂老师也讲到说，其实华为也挖了很多辉达的优秀的工程师啊，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他们领先的 AI 公司，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DeepSeek 啊，还有阿里巴巴、月之暗面啊，这些在训练大语言模型 LM 仍然是重度依赖辉达的 GPU。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大陆国产的 GPU 什么时候会取代辉达，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这个连黄仁勋都非常的关切在意。黄仁勋也坦白说，他说目前辉达所有的股东都预测假设中国大陆的业务万一变成零的话，但是他仍然对川普的政策调整抱持希望，希望继续向美国政府解释、提供资讯，争取改变。好，争取改变，川普会接受吗？老师怎么看？毕竟以黄仁勋来说，他还是企业家，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中国做了很多的应用。那过去大家觉得可能 DeepSeek 也许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现在中国政府要求他所有的下面的单位要使用 DeepSeek 来去做办公。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或坏处呢？就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训练。那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或者是跟 OpenAI 比起来的话，它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资料可以去训练出自己的一套模型。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的话，大家想说，是不是因为军工的关系，所以黄仁勋不能卖东西到中国？那其实我觉得，以军工除了军工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智慧制造。因为你看他来台湾很多次的发表会，他就是在一开始是秀DigiTwin 数位孪生嘛，然后再是造那个智慧工厂。那到现在上一次来是秀他的机器人，就那个 Jensen Thor。对。所以你看它其实是有一套的整个所有未来的我们的愿景，可以用到 AI 或者是用到他们家的产品。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市场。虽然说子弹炮弹一响黄金万两，可是说真的，你在和平时代靠这个赚钱其实是比较务实的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大陆自己做出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或 AI 的话，也许没有 NVIDIA 那么强。可是问题是我就可以去慢慢取代黄仁勋的 NVIDIA。那还有一个部分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他们想要去突破，靠什么突破？很大一部分他们是用很多的记忆体跟很多的硬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接下来硬碟跟记忆体的股票会大涨。其实最近已经看到 HBM 的相关的股价哈，还包括整个这个市场非常的畅旺啊。好，10月初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 DeepSeek 它发布了 DeepSeek V3.2。这个 EXP 的模型啊，随后也看到了包括寒武纪还有华为、升腾这些中国大陆国产的晶片纷纷宣布适配，华为甚至还公布升腾910系列晶片的量产计划，在2026年的第一季呢就要推出升腾950 P2，那么采用华为自己研发的 HBM 嘛，到2028年的第4季的季度的这个时候呢会推出升腾970。好，那么现在就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 AI。它不只是一个单点啊，聂老师，我们看到是它着重在整个生态系啊，当然它也可以看到说供应链是一条非常广跟长的一个条链，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怎么看？我刚刚有讲，它整个中国的供应这个生态供应链已经非常的不能说这么的完整，但这基本上面面俱到了。那你不管在哪一个这技术研发，从最早从这个安徽啊3纵3横这个安徽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到甚至深圳的各个科技的这个发展，你要知道你看你从软体这个生成 AI 这个 DeepSeek， 你到这国产晶片，你不管寒武纪啊、华为、升腾，我跟你讲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中国想做什么东西呢？它就有可能会比一个它原来已经有的东西出现之后会追上你。美中两强的争霸，未来主战场仍然就会是在科技这一块。不过呢，现在不只是科技里面的晶片，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 AI 晶片啊。华为先前喊出了，他们说在3年内希望要追上晶片的巨头辉达。不过呢，最近这个国外研究机构Tech Insight 他们最新的一个拆解报告出炉，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他说，他们拆解了华为升腾910C， 我记得看到的报道是如此说华为顶级 AI 晶片的核心组件，目前仍然高度的依赖
台积电、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的技术跟制造。那这个报告呢，似乎也是想透过这个报道呢，浇华为一盆冷水哈。这个报告当然显示是说，华为在核心组件上面确实存在着短板，而且也暗示了华为在架构设计上的自主性可能还有一段路。好，当然华为呢，当然知道短板是存在的，所以他们才喊出3年追赶哈。那所以这个3年是代表说他们预留一个战略的替代期嘛？这3年好好的想办法啊，猛追上。那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陆老师，您觉得哈，华为说在3年内他们希望能够追上 NVIDIA， 就是辉达啊，他们必须先克服哪些难题？对华为来讲，这的确是它的一个战略性目标，而且3年追上是相当具有挑战性。但是9月18号，华为的这个副董事长，也是他的轮值董事长徐世金，就在他的全年接大会里2025里面，他大肆宣传他的这个计划。那他主要是有2个策略，一个就是超节点啊，它的 Super Pod 啊，来设计新一代的 AI 晶片；第二个，他用重级的方式。重级就是不断的，我一个晶片打不赢你，我用两个打不赢你，我用4个，这样一直的加，所以它可以加到15480个升腾系列的 AI 晶片来共同努力，作为它 AI 算力的基础。因为 AI 算力基础就在这个晶片，那晶片以它目前，它的确是落后辉达啊，只有说它可以做到辉达 NVIDIA H20的部分，它是可以做到，这没有错，但是它还没有办法赶上辉达。这个最先进的 H200、H100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晶片，那他最主要这次的论点是这样子，他觉得说，为什么以前微软有 Microsoft， 它可以整个 Windows 系统统治了这个电脑，那 Apple 呢用 iOS 统治了整个的手机。他说，重点是在于这个生态系。他说，我们 AI 要建立一个生态系，那辉达利用它的 CUDA、Blackwell， 它现在建立它的生态系。所以我们怎么打不赢他？那这样子，我这个华为，我就把我的开源放出来，我邀请所有的前后链的供应链一起来加入我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共同来打这个3年之战，让所有有志于想要跟辉达拼的人一起来加入这个战场，来共同跟辉达打一场战。我想他的一个策略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单纯从晶片。如果单纯从晶片，他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出像台积电、三星目前这个晶片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这是它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 ，HBM 超高频的这个记忆体，它到目前也是没有办法做。以中国大陆现有的长芯存储也没有办法做出这个 HBM 这样的一个高速的一个高量的一个记忆体，这都是它需要面对。但是他说我做不到没关系，我就把很多的堆叠起来。他说我可以用一个堆叠，第二个我用网路，我的网路比你强大。因为这个讯息还是要透过网络来传输，我用建立更高效的网络来赢你。第三，我还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政策支持，所以他用这3个想要跟辉达打一场3年之战。所以这也是我想继续问一下吴老师，就是说，华为喊出说3年内他们想要急起直追辉达当然这个是凸显出了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说你给我时间，我一定追得上。可是除了时间以外，因为现在美国联合了其他它可以影响的势力范围，去想办法在技术上要卡住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特别是晶片发展。所以技术上要先克服哪些难题呢？您觉得？补充那个刚刚陆老师讲了，9月18号徐志军讲这个华为的权力界大会，他讲得非常长，我也看了，那个资讯量非常非常大。但是我们除了关注他说了什么那些战略目标之外，还要看他没有说什么。其实没有说什么，就是你刚刚问的非常棒的问题。他到底要靠什么技术路径？他定的是目标嘛？那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种不同技术路径。这个部分他其实没有讲那么清楚，当然也没有必要全部都告诉我们。那我们比较关切就是说，你要能够制造出晶片，你能够设计你能够写软体，能够怎么样设计完，你一定要最后能制造出来。那在你这个背板上面，其实有提到几个重要，他自己现在支援的那些晶圆厂。就真正要把晶片制造出来的，这个晶圆厂很重要。这个晶圆厂不但要制造出这个所谓的晶片GPU 或者 AI 晶片，或者你叫 processor whatever，你不管怎么叫它，你要把这个晶片制造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你说长晶存储的 HBM， 不管是2、21或者是3，一直在迭代嘛，它在未来3年能不能做出来？因为要做出这个所谓的 AI 这么大一个 AI 的 data center， 或者我们把它叫 AI 工厂里面除了有晶片，包括 GPU 跟 CPU 之外，也要有高频
存储的这个晶片，这2个都是晶片，要能够制造出来。徐志军这个部分没有讲很清楚，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已经掌握了，有把握了。另外一个呢，每一个这么大的 data center 中间有很多的机柜，有很多的这个刚刚讲重集啊，聚集起来之间要联系，这个联系这一点，这个华为蛮厉害，因为它用电跟光，就我们现在叫细光子或者细光的这种原理啊，能够在中间的传输这个速度跟频宽加得非常快，速度变得非常快，用不是光电，还要用上光。那这个部分华为其实绝对不比 NVIDIA 差，所以它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跟你单独只比这一个晶片 processor， 也不是只管这个 memory 的晶片，还包括这个重集聚集到以后中间的联系，这是 communication 或者 interconnection， 这个很厉害啊。所以他把这些部分都能够有把握，他才可以讲3年之后我可以追上你。但他没有讲是我更关心到底是哪些晶圆厂能帮他做呢？那这里面到底是不是已经有 DUV 呢 ？DUV 调制到什么程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这个伪做的技术？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观察。那特别要请教您 EUV 的问题啊，包括 DUV 跟 EUV 哈。那可是讲到晶片的部分，其实有一个现象哈，现在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美国现在很头痛的是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晶片啊，他们的市占率现在越来越大，而且呢，最新的研究显示呢，66%的美国产品都在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晶片。这些晶片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成熟晶片，所以呢，中经院的分析师跟预估说，中国大陆成熟制程的晶片制造，渴望在2年内就会取代台湾，成为全球第1的市占率哈。成熟晶片虽然说技术门槛不高，可是呢，像是工业上的啊、汽车、家电啊这些非敏感领域哈，都用到这些成熟晶片啊，制成这些晶片。那中国大陆如果万一掌控了主导权跟话语权，垄断了全球在成熟晶片的供应链的话，那么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先进晶片制裁会不会反过来被钳制住？所以我们先请周老师带我们看哈，成熟晶片在这个中美竞争下，它的重要战略价值是什么？好，这个因为讲到晶片，这个吴老师也是专家。我刚才这个节目之前，我跟他请教了一下哈。这 CSS 的定义把成熟晶片定义成22奈米以上。那吴老师说，美国去设定的一个这个底线是14奈米嘛，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就是基本上14奈米，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这个晶片厂没办法制造14奈米以下。好，那不管如何，它是一个，就是说已经算是，就是说虽然就算你定的那个奈米的尺寸不同哈，但基本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在这个手机啊，在这个汽车啊，或是说像这个互联网，就叫 Internet of Things 啦，就那这些东西它都是要用成熟晶片，所以绝大多数我们的生活所需的这些晶片是来自成熟晶片，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它会比这些先进制程的影响力还要大？因为它的面向非常广泛。对，第二个，现在讲到就是说，未来美国会不会变成完全高度依赖？刚才这个何荣兄提到了66%，事实上这个数字我看是可以有的讨论的啊，未必真的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制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产能到底有多大？其实专家是没有共识的，那这样当然前2年是说中国大陆大概占全球28%了，我认为这个比例一定很高，而且呢一定是不断还会增加，因为中国大陆它盖工厂速度也很快，所以它的成熟制程的产能不断扩大，这是事实。问题是大到多大，以及对全世界的影响，对西方国家市场影响多大，这就是一个问号。比如像说很多工厂盖出来，但是它到底能够生产多少片，它的良率如何，这个每一家工厂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本身能不能有一个精准的估算？你现在盖出来的时候，它是设定是说它能够产多少，可是因为这家新的工厂的产能，其他家的工厂可能也会调整，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它真的是不是能够产那么多，以及产出来的良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中国大陆的晶片产能是多大程度满足了它国内的需求，然后以至于它可以外溢到全球，还是说它国内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有的认为说它已经在全球扩散了，就是说全球很多国家都是依赖中国大陆的这个成熟制程、成熟晶片来作为它主要的生产需要。对，但是也有的估计认为它只满足了它国内的不到20%，所以这个估算又千差万别。那因为它本身国内的这个电子产业或其他各方面产能也都很大，也都需要晶片。不过这个凸显出刚刚吴老师也点到了，就是依赖的问题啊，就是当你这个比例越高的时候呢，未来被它钳制住了怎么办？所以
现在大家也在看说未来就是变成是美中2个大的这个架构，就是说2大就分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个是美国制或者美国盟友制的，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左老师讲那个最新研究，你说66%，也许应该稍微再研这个数字是指说送到美国境内的那些电子产品，可能洗衣机啊、微波炉啊，其实通通算进去，里面的成熟制成晶片有66%在中国大陆制造，是指这个意思。因为晶片是一个中间产品，它不是个 final 的 product， 所以说呢是放到很多别的产品里面的晶片。对，那中国大陆这个，所以你回到你刚刚讲外溢啊。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制造全世界各种的 devices， 它放在里面的晶片，它当然会外溢到外面去，是透过这个途径，而不是直接它出口卖到别的国家，你再做这个产品。所以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分析这个数字呢？是吴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啊，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成熟晶片哈，现在高阶制造这一块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被认为说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他们不断研发，因为他们现在这个。DUV 啊，跟 EUV， 特别是 EUV 被卡嘛，哎呀，所以呢，有一家公司叫宇亮生科技啊，是成立在2022年，在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科技公司，他们最近推出了新款的 DUV 曝光机。那一传出来之后呢，这个虽然说好，它还没有说办法做到 EUV 啦，但是已经被认定说可以支撑到5奈米的制程哈。这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哈，就是说晶片自主化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振奋的一个消息哈。是。那这时候也看到德国蔡司跳出来，他们就说呢 ，DUV 比 EUV 还重要啊。蔡司还说呢，美国的错误制裁让中国大陆成为市场的赢家啊。所以现在在 DUV 的研发突破上面哈，这个您怎么看？就是因为 DUV 是比较，所以 EUV 是更高阶的。目前在 EUV 的研发上，您的了解哈，中国大陆的未来要突破的点是什么？华为在深圳的新凯莱在发展 EUV， 然后华为支持的在上海跟上海国资成立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对宇亮生，他在发展 DUV， 而在今年年初这个 DUV 的原型机已经做出来，送到上海的中芯国际啊去做调试，这个调试可能要，我想至少要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大半年了嘛，所以我想可能至少要1年才能做到你刚刚讲说不定努力一下可以做到5奈米，经过各种 double patterning 的方式，就重复曝光的方式。那如果真的能够运作顺利，可以量产这个机器本身，那就能满足中国现在大概有50座晶圆厂都在盖厂，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去用同样的技术去往7奈米、5奈米，就刚左老师讲所谓的先进制程晶片这个领域去冲，那这个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也能够像刚刚讲的满足中国国内自己的需求，因为光华为的手机就需要非常多的7奈米、5奈米甚至更小、更微缩的晶片，所以要从这个角度讲。好，这是讯息本身。那回到刚刚讲蔡司说 DUV 比 EUV 重要，蔡司那篇文章我当然早就看了，它是按照全世界的市场来讲。所以如果你美国当初只想控制 EUV 不卖给中国，好，这好像错了，你应该连 DUV 也要一直限制，因为 DUV 所产生出来的晶片的总数，虽然它是成轴制程，好像没有那么 critical， 可是它的总数量比较大。结果你把这一片市场，因为你没有限制，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 DUV 的总量从 ASML 买去绝对超过1000台，如果加上其他的什么测量机啊、步进机老的、应该超过1500都有了呢。是。那最近去年前年有大量采购，所以量很大，它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把 DUV 的市场，因为有这么多 DUV 的 ASML 的这些曝光机或者叫光刻机，所以它就占据了这个市场。蔡司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OK。但是我想一开始美国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个产业链真的是比较复杂，这整个供应链比较复杂。我觉得拜登那个时代，他的幕僚其实已经做了很缜密的规划，但大概没有办法看到这么远了。那等到这个现象出现，现在已经来不及了。